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叶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妹满幸福增加第6季第12集。家里的水管又漏了，地下室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修理师傅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只说没有他要的零件。若是现在预定，可能会等上几周。不过看他那样子，估计根本不会放心上。水管漏了，又遇上堵车，辛巴可以说是很倒霉了。本想听交通报道，看他们怎么处理，谁知交通事故就是由他们造成的。好不容易找到停车的位置，转头发现离自己家仅1墙之隔，可能步行上班还能早点到。同为公司的员工，莱尼和卡尔却没有去停车场，于是将车停在了公司楼下。辛巴很好奇，这种 VVVIP 车位他们俩是怎么得到的？但他们一个说这是秘密，一个说闭嘴，摆明就不打算告他实话。辛巴郁郁寡欢地回到办公室，没想到一屁股下去，竟将板凳坐坏了。辛巴端着小板凳来找朋友们帮忙修，结果又看到莱尼和卡尔十分享受躺在按摩椅上。辛巴想知道这种差别待遇的原因，然而回答他的依旧是那2句话。之后，辛巴又邀请朋友们晚上一起打保龄球，谁知竟然遭到了拒绝。两人神秘兮兮的都说晚上还有事儿，问一下吧。得到的又是那2句回复。根据几周的观察，辛巴发现莱尼和卡尔每周3都会消失不见，而且不告诉自己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刚好又是一个周3，辛巴决定这次偷偷跟踪他们，看他们到底去哪，有什么阴谋诡计。他将黄色油漆桶挂在他们的车上，沿着踪迹一路追了过去。接着，辛巴看他俩进了一个风格诡异的建筑，原本他也想浑水摸鱼走进去，可惜被守门人拦住了。但辛巴是谁？当然不可能乖乖离开。透过玻璃舱顶，他暗中观察这里一切。就在辛巴为自己机智而洋洋得意时，身下玻璃突然承受不住他重量裂开了。最后，他摔在大厅的正中央，围观的面孔大家都很熟悉，不过这也没能阻止他被扔出这里。第2天，辛巴找到了莱尼和卡尔，他已经窥见了秘密的一部分，古怪、离奇、变态、扭曲，但是他想加入，反正也瞒不住了，他俩就告诉了辛巴，这神秘组织叫做石匣会，想要成为会员有2个途径，其一是成为一名石匣的儿子，其2是拯救一位石匣的性命。此话一出，辛巴马上踩碎莱尼3明治，说里面胆固醇本该要了他的命，但莱尼也不是傻子，想要成为会员哪有那么容易？没能顺利进入石匣会，辛巴感觉自己受到了排挤。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不喜欢自己了。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1次了。他小的时候就有人组织事务俱乐部，其他小朋友都被邀请了，除了他。俱乐部明确表示不要红墨们，可是另一个叫红墨小朋友都进去了，被抛弃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已。愿望一旦不能达成，就会化作执念。辛巴表示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够加入石匣会。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此心驰向往。可能这份诚心感动了上帝。老辛普森说，他就是石匣，人生的年纪总能累积不少财富。从一堆卡中，老辛普森掏出儿子心心念念的那张。晚上，辛巴推老爷子大摇大摆走进了石匣会，他终于得偿所愿，获得成为会员的资格。接着，他又迫不及待询问入会仪式。卡尔告诉他，等到1号到场后才能开始。听了莱尼和卡尔的介绍，辛巴才知道，在石匣会内部，大家都是称呼编号，比如他们一个14，一个12，秃头是29，所以在这代等级，他们高过秃头。看出辛巴有些不相信，莱尼直接换来秃头，一把捏在他的鼻子上。没想到他真的谦卑至极，还问莱尼是否能再来一次。1号到了，辛巴的入会仪式也该开始了。他们将辛巴的眼镜蒙住，推上了台，说如果从5楼跳下去不死，就算是过了第1关。原本只是个恶作剧，没想到因为太重，辛巴突破了层层地板，真就摔了整整5楼。接下来又挨了几顿板子，总算来到最后的环节，发誓绝不泄露石匣会的秘密，否则就会变得有大肚腩，头发只剩3根。做完这一切后，辛巴正式成为了会员908号。石匣身份果然好用，说要专用零件材工作的修理师傅知晓辛巴是会员，老5钱一拧就修好了水管，顺便还把小猫咪给捞了出来。堵车不用愁，直接走会员专用通道。虽然最后还是停在了老位置，但是石匣会还给他配了双溜冰鞋代步，舒服的按摩椅也给辛巴安排上了。兰尼将一个徽章给了辛巴，表示只要将它放在车上就不会被开罚单，还有一个可以防止医护人员在治疗时偷钱包。报警电话也不是911，而是912。加入石匣会有一段时间了，辛巴自然也了解了不少帮会秘辛，其中有一条便是国父们都是会员。辛小妹听了之后只觉是无稽之谈，为了使女儿相信，辛巴讲述了真实的历史。签署独立宣言后，华盛顿说一个国家诞生了，然后他们就在房间里开启了派对，喝酒作乐，丑态尽显，陷入了一片混乱。辛巴是真的很喜欢石匣会，他对辛巴说自己从未像这样被人认同过，永远开不完的啤酒宴会以及各种福利，每每想起都觉得那些人像光一样照见他的灵魂深处。这天是石匣会成立1500周
周年的日子，他们一边歌颂自己的无所不能，一边开怀畅饮。歌曲已经唱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宴会。1号给每个成员都上了一份小排骨。面对满是汁水美食，辛巴难得犹豫了，他不想弄脏自己的会服，给同伴们留下不好的印象。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没有想到他竟然拿羊皮卷当了围嘴。这东西可是食侠会的圣物，神圣不可侵犯。眼见大家都盯着自己，辛巴还以为是脸上脏了，拿起羊皮卷就往嘴上擦。无论大家如何谴责，他都充耳不闻，就完全没有朝玷污圣物方面去想。最后辛巴脸上倒是干净了，羊皮卷已经是破破烂烂，面目全非。1号没收他的会服，连内裤也没有留下。辛巴万分痛苦，真心悔过，无奈崩溃之下，将羊皮卷砸得更碎了。现在他算是彻底将自己玩死，罪无可赦了。1号宣布，他今生今世不可以再靠近食侠会半步，而且必须要保持耻辱之时，赤身裸体的走回家。不料，就在他背着耻辱一步步向前时，众人却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他们看见，在辛巴的腰上有个记号，那个图案是和食侠会的标志一模一样。辛巴就是那个天选之子，从被人遗弃到受人崇拜，只需要短短1瞬。1号说，根据羊皮稿的预言，辛巴会带领他们走向辉煌，驱逐仪式也会变成加冕典礼。幸福来得太突然，看着原本对自己不屑的人，如今顶礼膜拜。辛巴的感觉那就是一个字：爽。来来回回好几次，就为了看人们站起又跪下。回到家，辛巴也跟个大爷似的瘫在沙发上。以前他总是怀疑这世上根本没有上帝，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就是上帝。看他得意忘形的样子，辛小妹忍不住提醒他，所有荣耀都是转瞬即逝的。他知道老爸如今是春风得意，但这一定不会是永久的。如果事事都满足，最终一定会感到空虚又无趣。现在辛巴可听不进去这些，直接让得力干小心将其给拖了下去。无上的权力带的是无尽的马屁。保龄球有一个没打中，没关系，警长一枪就给他崩了。天选之子又完成了一记漂亮的击球。在桌球领域，辛巴也是无敌的，只要一杆，所有的球都进了洞。这打法简直神了。赌博的时候，其他人全都明牌，但辛巴还是觉得赢不了，于是就干脆认输。谁知卡尔说他这牌是皇家精选，毫无悬念，他又赢了。但这一次，辛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就问眼前这些人有没有让着他。他想要他们从现在开始对自己说实话。大家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全都逃跑了。辛巴终于承认女儿是对的，他的幸福感的确渐渐消失了。辛小妹告诉他，这都是权力在作祟，是将辛巴与其他人隔离开了。他提议可以向社区里其他人施以援手，帮助别人的快乐，或许能够填补空虚。辛巴听取女儿的建议，将之告诉给教众们，说帮助别人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他劝诫大家不要再终日沉迷于喝啤酒、打台球了。不料此言一出，得到并不是满堂的附和声，大家都觉得辛巴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不过他们还是依照首领所言，去日托索河还这么玩闹了一天，这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老谋子被卡在了滑道里，兔兔被秋千打了好几下，最后是粉刷墙壁。辛巴倒是获得了美女老师的香吻，其他人累死累活，还差点被直升机给砸了。辛巴从未觉得精神如此充实过，他觉得有了教众们的支持，食侠会一定会让所有人走向更好的世界。辛巴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忠诚教众，此刻正宣泄对他的不满。1号还算比较理智，没有附和老谋子说杀了辛巴，但他们也不可能再听他调遣。会员们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社团，名字就叫不要猴墨们。这次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拒绝他入会的请求了。原先的集会地点现在已经被一群猴子占领了。辛巴带孩子们找了过来，他们都知道他舍不得自己的俱乐部，但做光杆司令也没有什么意义。辛巴安慰说，你永远会是一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那就是辛普森一家。看着这家人们，辛巴也终究放下了。没错，这就属于他的最好的俱乐部。本集中，辛巴的加冕仪式片段致敬了1987年电影《末代皇帝》。该片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从当上皇帝到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之间横跨60年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天选之子到回归普通，辛巴也大致经历了从云端跌落的过程。不过他比溥仪要幸运得多，因为在他的背后还有家庭的支持。大权在握，或许真的有常人无法体会的快乐。但纵使烈火喷油，繁花似锦，却是与无边的孤独作伴。比起万人敬仰的宦们，或许平凡而简单的幸福更加真实美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期见，拜拜。